持愉悦的心态。还可以呢常喝一些茶，比如绿茶、玉米须茶、桑叶茶等，有助延缓衰老，延年益寿。痘痘总是消不掉，一碰就疼，常吃3种战斗食物。哎呀，这又长了个大豆子。林木子干啥呢？哎呀，沈哥，你知道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啥吗？没有对象呗。不对，是青春不在了，青春痘却还在。哎，脸上痘痘反复长，是不是很烦恼呢？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呢3种战斗食物：西红柿。西红柿中有番茄红素，能够修复损伤组织，使皮肤光滑细嫩。鱼类。鱼类中有维生素 B2 和 B6， 能够提高新陈代谢，平复痘印。燕麦。燕麦中有粗纤维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排毒素，对预防痘痘有帮助。那这些个战斗食物你们记住了吗？想要美丽呀，就要吃得对哦。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忽略了肚脐，其实肚脐是健康的晴雨表，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肚脐来判断五脏的健康与否。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如果按压肚脐的左边出现压痛感，那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；若按压右边有压痛感，说明肺部出现了问题；若是按压上边有压痛感，就可能是经常上火、心情郁闷导致的；若按压下边有疼痛感，那么就可能和肾虚有关。那如果是脾脏出现问题，按压肚脐中心的时候也会出现明显的压痛感。所以大家可以自测一下，按压一下自己的肚脐周围，来看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。下面呢教大家2招，可以帮助调理五脏，延年益寿。将2手掌放在肚脐旁边的2肋处，然后从上到下的推向小腹。因为2肋是肝气容易郁结的地方，所以这样按摩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养护肝脏，预防上火症状发生。双手重叠放在肚脐上，然后以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的按揉。经常这样按揉肚脐，能够刺激到神经，帮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。沈哥啊，你说我最近啊，总觉得我肚子饿扁了，可这一摸呀，还有一坨肉。这是心理作用吧？哎，想要瘦肚子，不如跟木子学个小动作吧，躺着就能做哦，很适合懒懒的你。在地上铺个垫子，躺在上面，后背和手臂紧贴地面，然后用腹部的力量把双腿呢抬起来，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坚持3秒，再慢慢的放下。这样一抬一放，睡前做10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呀，可以锻炼腰腹，促进脂肪燃烧，有很好的瘦肚子、减赘肉的效果哦。如果你也有肚子大、肚子肥的烦恼，可以坚持做一做。夜茫茫，家里存粮全吃光，此时肚子胀得慌，哎呀，真难受啊！哎呀，墨子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肚子胀得慌，有气儿。有气儿，那得快点排气呀。哎，那下面呢教大家一个排气的小方法，跟我一起做一做吧。这个动作就是揉肚子，双手叠放在一起，放在肚脐上，然后顺时针揉36下，再逆时针揉36下，画圈范围呢可以逐渐变大。这样揉腹可以调理腹中气血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不仅可以缓解腹胀，调理脾胃，对全身健康都有益哦。那做的时候呢，可以躺着，也可以坐着。怎么舒服怎么来，你学会了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很多人养成了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导致身材走样，尤其是肚子越来越大，腰上赘肉越来越多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减掉烦人的赘肉呢？在我们的肚子上有个刮油穴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，对瘦肚子、瘦腰有很大帮助。这个穴位就是关元穴，关元穴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穴位。关元穴是小肠的募穴，在我们肚脐下3寸，也就是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有节奏、缓慢的按揉，速度先慢后快，这样循序渐进的按摩5到10分钟，每天最好按摩2到3次。对关元穴进行刺激，可以让食物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缩短，帮助促进人体对脂肪的消耗和利用。
对减肥瘦身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按摩关元穴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肠道的消化和吸收，帮助排出宿便，预防便秘。每天坚持按一按，对腹部脂肪过多的人有很大帮助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那除此之外，大家在减肥期间还应该多注意少油、少盐，不要节食，合理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，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对减肥有很大帮助。问我便秘怎么办？相信很多人一年之中都会有几次排便困难的情况，偶尔1次2次呢还可以忍受，但是经常便秘那就让人很烦恼了。那不妨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动作吧。在我们肚子上有个通便区，那这个通便区呢就是大横穴。大横穴在肚脐两边，旁开4寸，大约一个手掌宽的地方。按压的时候呢会有酸胀感。找到大横穴之后，用我们的手指按揉就行，每次按100到200下。按摩这里可以调节大肠的运动，促进肠胃蠕动，对改善便秘有很好的效果。还有经常便秘的朋友，平时一定要清淡饮食，这样对缓解便秘才有帮助哦。自己的腰围越来越大，肚子上的赘肉越来越多，是不是很烦恼呢？如果你不想去健身房天天跑步机，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呢非常的简单，平躺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抱住头部，将头部抬起来，然后再抬起双腿，让双腿轮流的做蹬自行车的动作，这样一弯一直的反复做20次，回到原位再做，这样每天睡前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充分的锻炼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作用。坚持练习，肚子的赘肉呢也会远离你。那这个动作躺着就能做，非常适合懒人瘦肚子。如果你也有肚子大的烦恼，不妨坚持练一练吧。相信坚持就会看到肉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在炖肉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泡沫。如果泡沫太多，通常情况下都会将它撇掉。那出现的泡沫到底是肉的精华还是脏东西呢？需不需要撇掉呢？如果在炖肉的时候出现泡沫，刚开始是白色的，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发黑，那么这样的泡沫就可能是肉中的一些脏东西，最好将它们撇出来。但如果炖肉时出现的白色泡沫没有变黑，那么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这里面含有了非常多的营养。建议大家不要将它撇掉，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。所以大家在炖肉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次飘出来的泡沫里面有杂质，那么就将它们撇掉。等到后来再出现白色浮沫，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不要再撇掉了。不知道你在炖肉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？对于现在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再加上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导致肾脏出现问题，这也是男性都担心的。那该如何养肾呢？中医认为，肾开窍于耳，耳朵是养肾的开关。如果经常对耳朵进行按摩，对养护肾脏有很大帮助。伸出我们的双手，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屏，然后用食指和拇指由内向外的提拉耳屏和耳垂，注意力度由轻到重，只要不感觉到疼痛就行，这样提拉3到5分钟就可以。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垂，先搓摩耳垂直到发红发热为止，然后再捏住耳垂往下拉，拉到一定程度松开手，让耳垂自然的弹回，这样反复做20次。用上面2个方法按摩耳朵，可以促进耳朵血液循环，有健肾壮腰、补充肾气的作用。只要持之以恒的按摩，对肾脏健康大有裨益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